这支影片将介绍的是猪生殖与呼吸综合症 PERS，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蓝耳病，以及 PERS 的预防方式。PERS 为 RNA 病毒，在 RNA 病毒复制的过程中，因为 RNA 聚合酶没有校正功能，因此容易产生变异。而 PERS 病毒的传染方式可以分成空气感染、粪便感染、精液感染、载体感染、血液感染、胎盘感染，以及分娩式感染。带毒株透过咳嗽或喷嚏，将病毒排至空气中，污染周遭环境。正常猪只透过呼吸将病毒带入体内，或者是猪只互相碰触到鼻腔时，同样会互相传递病毒。带毒猪只透过排便，同时将病毒排出体外，污染周遭环境。当猪只接触到粪便时，会透过嘴巴将病毒带入体内，而使自己受到感染。当精液带有 PERS 病毒时，在进行人工受精时，带有病毒的精液会透过生殖道黏膜传染给母猪，使母猪受到感染。而当受到外来精液的感染时，将可能造成跨场大规模的感染行为。受到公猪感染的母猪将病毒传染给体内的小猪，而受感染的小猪出生后，若和场内正常的小猪一同饲养，此时会透过空气或粪便，或是鼻腔接触，直接传染给正常的小猪。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，带毒的精液将病毒传染给母猪后，受到感染的母猪同样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母猪，甚至是传染给场内原本的公猪。所以精液的感染是件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因此一旦精液受到感染，将传染给母猪，母猪再传染给场内的公猪或其他母猪，接着传染给体内的小猪，小猪再互相传染，而形成大规模的跨场感染行为。进出猪场的车辆或人员，若含有带有病毒的粪便，但未经彻底清洁消毒，会造成猪场的间接感染。施打疫苗或抗生素，若施打到带毒猪只，针头会残留病毒，而造成接下来的猪只感染，或者是在进行阉猪时，若刀片上残留含有病毒的血液，却未经消毒清洁，会造成下一只幼猪阉割时被传染 PERS 病毒。母猪怀孕时会透过胎盘运送养分给小猪，若母猪本身带有 PERS 病毒，同时会将病毒传染给体内的小猪，使小猪受到感染。带毒的母猪在分娩设时，透过空气或粪便将病毒传染给小猪以及其他母猪。而易感染的对象可分为垂直感染或水平感染，其中垂直感染包含母体直接感染小猪的胎盘感染和分娩式感染，而水平感染指猪只和猪只之间的感染方式，例如空气感染、粪便感染、精液感染、载体感染以及血液感染。但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感染方式是空气感染及粪便感染。那怎么预防 PERS 病毒呢？首先要避免外来入侵因素，避免引进带有病原的猪只。当有猪只要引进猪场时，检验猪只是否感染 PERS 病毒，确认无虞之后再送进猪场。同时，猪场要进行交配或人工受精时，也要检验精液是否携带 PERS 病毒，以降低公猪将病毒传染给母猪的几率。同时，也可以避免母猪透过胎盘垂直感染给体内的小猪。另外，人员及车辆方面，为避免有病毒残留在车辆上，场外车不得进入场内。而人员要进出猪场时，也要做好清洁消毒的动作。在施打疫苗时，为了避免透过针头传播 PERS 病毒，
每施打完1只猪后要更换针头。若考量到经济成本，至少打完1窝或1篮猪后，要淘汰旧的针头，换成新的针头继续施打，以避免大规模的感染情况。至于腌猪时，每腌完1只猪后，要利用消毒水消毒，并用火稍微烘烤刀面，除去血液及病毒，再去阉割其他猪只。饲养方面，可以采取多地饲养方式，分区域饲养不同年龄的猪只。当猪只长大后，移到别处，使原本的区域净空，彻底消毒清洁，将环境中的病毒量降到最低。目前多数猪场会施打疫苗，透过事先感染的方式，使体内免疫细胞产生记忆性。当再次有大量病毒攻击猪只时，体内会迅速刺激猪只体内的免疫反应，而开始产生大量抗体 IgG， 再去中和 PRRS 病毒。可惜 PRRS 病毒常发生变异，加上每场的病毒株均不相同，每只猪体内病毒也不尽相同。而疫苗所包含的减毒病毒株，可能也和场内以及猪只体内的病毒也不尽相同。所以，当要施打疫苗时，先确认疫苗内的病毒株是否和场内病毒株有吻合，或者是依照场内的病毒制造出相符合的疫苗，以避免施打疫苗无效，而造成疫苗和原本场内的病毒重组成更严重的病毒型。所幸科学家从生物体的初乳中提炼出 PRP， 也就是病原辨识蛋白。PRP 具有3种功能。首先 ，PRP 能非特异的粘连病毒，而非特异的意思就等于所有种类的 PRRS 病毒。粘连病毒的 PRP 接下来会附着在黏膜层上，再慢慢穿入黏膜层内。最后 ，PRP 会释出讯息给免疫细胞，刺激免疫细胞将 PRP 和病毒吞噬。接着，免疫细胞将产生抗体 IgA 保护猪只。而病毒从口腔和鼻子进入猪只后，透过吞咽，病毒和唾液一起被带入肠道。同时，饲料中混合的 PRP， 猪只进食后 ，PRP 在肠道和病毒接触，附着在黏膜层上，进入组织间。免疫细胞吞噬后受到活化，随着血液到淋巴结中，部分免疫细胞被送到呼吸道黏膜后，开始制造出抗体 IgA， 在黏膜层中和病毒。也有可能会有部分的免疫细胞在淋巴结中就成熟成浆细胞，制造抗体 IgA 在血液中去中和血中的病毒。相较于目前所知的预防 PRRS 的方式， PRP 因为是由初乳所提炼出来，较为天然，而且 PRP 并非病毒，没有和病毒重组的机会。加上 PRP 的作用是非专一性，也就是不特定的抓取肠道中的病毒，再搭配体内本身的免疫系统，所以无抗药性的情形会发生。而为了更加证实辨识初乳蛋白 RCP 的功效，屏东科技大学兽医系教授设计了辨识初乳蛋白在蓝耳病的攻毒试验。试验中抓取8只病毒阴性、抗体阴性的4周龄小猪，并分成控制组以及治疗组2组。2组猪只直接攻毒3天，并检测血中病毒量。接着治疗组每日灌食 RCP 5次，1天后立即测量血中病毒量。结果发现，治疗前2组平均病毒量相近，但1天后在未处理控制组中，PRRS 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，最后每微升血中带有20万只病毒。而在治疗组使用 RCP 1天后，病毒量只剩下2000只。从数据来看，确实知道使用辨识初乳蛋白 RCP 可以大幅减少血液中的病毒数量。而我们知道 IgG 抗体的生成时间需要3至7天，1天之内就将病毒量减少到如此低量的可能性很低，所以我们更加确认辨识初乳蛋白刺激免疫细胞后，是制造出抗体 IgA 去中和病毒。而 IgA 除了会分泌到黏膜表面外，
同时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去中和病毒，治疗组才会表现出使用1天后就发挥出功效，血中病毒下降的趋势。目前来说，猪场在饲养猪只时，在饲料中添加 PRP， 事先预防 PRRS 病毒的攻击，的确能降低 PRRS 病毒对猪场的危害。